我的目标是针对傅博文以及他身后的人。至于陆晨曦，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如果他依然如此天真，被牺牲掉是自然的事儿，我不在乎。小斌，去美国这么多年，你的变化真大，我都有点认不出你了。杨主任，今后无论在人前还是人后，请你不要叫我小毕。我的名字叫庄树。那好，那就祝庄树教授好运吧。副院长，我父亲的器官虽然不能捐献给别人了，但他一直想这么做。他说他想赎罪，所以他还是个善良的好人，对吗？医院里只有医生和病人，没有好人和坏人。你父亲虽然以前做错了事情，但他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罚，现在又做了弥补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还是幸运的。毕竟有些人做错了事情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弥补的机会了。这件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，不再是简单的医疗事故，这里面有人命，你知道吗？人命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真相了。就算是死，你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带进坟墓去。这次考试不及格。张老师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今天手术的病人，经过这儿，看看这么晚了谁在这么用功。我是想来这儿用用功的，可我看了会儿病历，就困了，就干点别的，提提神。庄老师，拿我提神儿。好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作用。我就是画着玩的。不是玩的。
你画得很好，不用解释。庄老师，自从我来进修，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。我也像陆大夫说的，熬夜不睡，把病人的病历还有检查都记住，我还跟病人聊天，掌握他们的病情信息。我就是想做得好一点。能记住病历上有的，还能注意到病历上没有的，你做得对。但是你这样做，不是要给我看，更重要是做给自己。庄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样会增加病人的心理负担。我不是不在乎他们的感受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。我相信你。对不起，中午是我太武断了。哦不，庄老师，确实是我错了。不考虑病人感受，只管业绩的大夫不会是好大夫。但是，没有真正了解学生，就武断下定论的老师，也不会是好老师。好在我们都可以改。谢谢庄老师。不介意吧？好了吗？马上好，我肯定比你要啰嗦点，等我一会儿啊。没人跟你抢卫生间，你还这么磨叽？上学时候6个人一个宿舍也没见你迟到过。庄主任又不是杨帆，我迟到个10分8分的不会说我的。忘了问你了，庄叔说他什么时候搬进来啊？一直说是太忙了，2天前说是今天。真土豪啊，交了钱都不过来住。可不是嘛，弄得我这收了房钱的天天见他矮3分，我可不想这样。昨天我跟他说了，再不来住就别来了，房钱退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盼着他来的意思？是，我盼着他来，我还盼着泡他呢。满意了？天天说这种便宜话，有劲吗？有劲。患者张根才，男，65岁，因大卡血急诊收入院，经止血抗生素治疗情况改善后，行左上肺叶切除手术，术中发现肿瘤，一并切除，诊断为高分化腺癌，临床2期。患者家属表示，等手术恢复，想回老家医院进行后续化疗。那么这个病人能否不在我院进行化疗呢？患者在我院手术可以报销，但是化疗如果不回到他们本地医院去做，是不能报销的。所以让他们在我们医院化疗，确实不现实。那就按以往的规矩来吧。既然是家属的意愿，一心，你千万叮嘱他们把字签全了，别等着后续治疗出现什么问题，我们要担责任的。明白。这以往的规矩也不是不能改的嘛，不能总想着不担责任。我建议这样，在病人出院之前，我们会同肿瘤科把这个化疗的方案先制定出来，然后通过远程会诊的方式，跟对方医院的大夫做一个交流。这样以后，在化疗过程中有什么突发的状况，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。好，那我按主任说的意思安排。验血验尿，这个楼道第3个路口左转，厕所就在旁边。验完了以后上3楼，超声科把 B 超做了。这个。脸色不对啊，心脏不舒服吗？啊？听着，
把人都下来，不能饶了他。看什么？你再看。脉搏怎么样？你快来看看他吧。这个患者很奇怪，脉搏浅快，脸色发干。哎，你这么会看吗？啊，你没见过哥身上那么大的口子，身上一条口子没有，装什么孙子呢？你还会看吗你？你有病吧你？说谁呢？没看我哥都这样啊？别吵！我他妈给你讲讲，你给你看我，你还出来？你早给你睁眼，我弄死你知道吗你？来，我怎么怕你了？我连要人要的，我出去都不行。吵他们什么吵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，进了医院还吵架？想活命都坐下，不想活命都他妈给我滚出去！你等着。坐下。了解最新的保险政策，全面为病人去考虑。我们可不能因循守旧啊！积极的做法是吃透政策，灵活的运用现有的条件去治病、带教。杨主任这个思路太好了。按照这种做法铺开，受惠的可不只是一个病人呢。受惠的不只是病人，对术后病人的全程跟踪，全面掌握预后数据，这对科研是个大好事。好了，自己按着。有点疼，忍着啊。知道疼了啊？在外边打的头破血流，跑医院来还没轮上看病呢，又想打，非闹出人命来才算完是吧？还好，还好。待会儿包扎完先别走啊，在这儿观察1小时再走。啊？早上就不舒服，说是头疼胸闷，然后后来那几个混蛋就来店里闹，然后我哥就给他们拿棍子在背上砸了一下，直接坐地上就晕过去了。胸部疼吗？疼，特别疼。怎么个疼法？就跟刀砍似的，背也疼，肚子也疼。怎么疼起来的？什么时候疼起来的？平常血压高吗？高，挺高的。今天早晨就疼得厉害，就跟要死似的。后来被他们在后背砸了一下，最疼。现在觉得好多了，就是觉得虚，没劲儿，还晕。我外面包扎完了，你这儿怎么样？我怀疑是胸主动脉夹层动脉瘤。啊？推一个床边心脏彩超来，给影像科打电话，彩超之后立刻安排 CT。好。你们仨别走啊，还得观察呢。这不会打出事儿了吧？这个。我打了。来，让一下，别接着看了啊。对不起。别在这裹乱，外边等着。我就是担心，想看看，不给您添乱。您忙，您忙。
喂，影像科，我急诊 ，CT 腾出来了吗？我们马上就到，不能等。来，你们让开。有事吧？谁打的？我，告！护士！陆大夫，是双痛症，动脉夹层。通知心内心外普外下来会诊，给副院长打电话，请他下来一趟。院长，你来吗？院长。刘主任，你先带着茶吧。张教授，请你跟我来一下。小张，你看看副院长和庄教授忙什么去了？哦，都到了。傅老师，院长，张大夫，我请庄教授来的，说病情。主动脉夹层动脉瘤，直径在6到7厘米之间，这儿已经近7厘米了，很危险，随时有可能破裂，建议马上手术。我同意，通知手术室做准备吧。已经打过电话了。心包填塞加上破裂出血，病变累及肝肾动脉都是很有可能的。老吴、老周，手术进行到相应位置时，需要你们协助。好，要准备自体血液回收机。这种出血量很大的手术，要进行自体血液再利用。备血方面，让血库做好准备。放心吧。这台手术，我建议由庄教授主导。好的。3床的患者还要继续严密监控。啊，好。主任问清楚了，急诊陆大夫收了一个主动脉夹层动脉瘤的患者，副院长和庄教授正在会诊呢。主动脉夹层动脉瘤，大手术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今天就可以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个是不是肺移植病人的家属？是的，听说患者已经醒来了，正准备转到胸外病房来。要安排好。你去吧。好的。陆大夫，请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手术，我请你做我的助手。你们都去准备吧。好。之前你说我是急诊科的大夫，不让我参与肺移植的手术，现在又来请我当你的助手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看过你的手术录像，跟胸外的几位主治也交流过。我认为，在此类手术所需的技能上，你是全仁和最出色的。有你做医助，我更有把握。这台手术属于胸外科，你不需要请示一下杨主任吗？陆晨曦是急诊科大夫，确实不适合参与。那副院长是不是可以批准陆大夫参与这台多科联合手术？如果术中出现任何问题，由我承担责任。你敢不敢来？
傅老师批准，我就敢来。QRS 波提前，宽大，频发室性早搏，心律不齐。这是化验单。钾这么低啊，给氯化钾，利多卡因。利多卡因要做皮试啊，我知道了，这都常规了。我核对一下。好。郑主任。庄大夫，我刚才听见您提示，利多卡因使用前要做皮试，这是咱们院里的常规吗？是啊，从副院长接任起就定成常规了。没想到仁和对利多卡因的使用把关这么严。我看国内的医院一般是不做皮试的，怎么出过问题吗？庄大夫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？在我们医学中心，早年有患者因为利多卡因致死。这个药过敏的极少，一直没有列入必须做皮试的药物。我和不少同行探讨过它的使用。如果仁和以前有同事发表过这个专题的论文或者研究资料，我也想看一看。论文倒是有几篇的，不过都是早年间的了，存在资料室里。如果是研究的话，看不看意义不大。这是我的个人兴趣吧。钟主任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庄大夫如果实在想看的话，我可以让资料室的同事找一找。谢谢钟主任，我还有手术，先走了。想什么呢？什么？你现在已经不用手术前的背书了吧？紧张什么？我在脑子里过以往的类似手术，有成功挽回的，也有因为这个主动脉夹层直径7厘米，血管严重畸形硬化，以前真没做过情况这么糟糕的。所以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想了。这台手术，我信任你的技术，你会是我最好的助手。请你也信任我，全程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傅老师请你来是对的，这台手术现在胸外没有人有绝对的把握。好了，麻醉完成了。好。怎么了？血压下降，夹层可能破裂了，大出血。方大夫怎么办？快叫庄大夫！庄大夫、陆大夫，赶快进手术室，快！破裂了，快！庄老师、陆老师，夹层动脉瘤破裂，大出血了。输血，建立体外循环。开胸后，启动自体血回收机。开胸，已经破裂了。这刀。主任，对比几种化疗药，对于这个小细胞肺癌的预后结果，我初步给统计出来了。小唐他们公司的2年、5年的生存率，不比其他几种高。好啊，那你就报上去吧。别呀，主任，要是把几个病人拿出去的话，在统计学上就有意义了。也是，去掉极值是统计学上的合理方法吗？哎，对，在统计学上管这叫去掉极值。当然了，
也不能你看着哪个不顺眼就去掉哪个。具体的你也不要来问我。不是有统计师吗？去请教专业人士。哎，这陆晨曦不在咱们胸外霍霍了，这种不同药物的疗效比较，做些统计来倒是好办。我是真害怕副院长又把他给弄回来呀。会吗？你还不知道呢。今天这个血管瘤，他老人家不上，愣是塞给了庄大夫，还把陆晨曦安排过去给庄大夫当助手。副院长是真宠着这陆晨曦呀。副院长宠着陆大夫，也不是1天2天了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奇怪的是，这庄大夫居然给答应了，没过来跟您请示请示啊。副院长决定的事情，庄大夫没必要来请示我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就说这庄大夫办起事儿查房你不到，八卦的事儿总有你是吧？我这不是昨晚上赶这稿子呢吗？小唐老拿您来压我，催着急着呢。喂，哟，简导啊，定好了。好。开胸器。血管钳。止血钳。快，吸血。人工血管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血压维持不住了。体外循环还需要多久？马上就好。麻醉师，血氧92。止血钳。体外循环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主动脉钳。不要急，主动脉已经阻断，应该没问题了。我们尽快进行人工血管的置换吧。好。副院长是肺移植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啊，只不过这2年手术做的少了，现在正在申请肺移植中心的项目。我们呢就是想加强宣传。简导，手术当中一定会碰到不少困难和挑战，关于这个，你一定让副院长给你详细的讲讲他是如何解决这些突发状况的。我提醒你啊，副院长这个人非常清高，不愿意宣传自己。你要是通过正常渠道去联系的话，估计这个事儿就成不了了。啊，你明白的。哎，这个事儿你可不能说是我约的你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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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您啊。好，再见。
杨主任，走吧。无间道看多了吧？跑这儿来堵我？我不是怕您不去吗？上车，走走。杨主任，孩子过生日，那叔叔多买点礼物吧。但我真不知道买什么，您受累给代劳了呗。那天跟你说了，吻合器进常规现在不可能啊。我是说，指导地方医院使用化疗药的事儿。那个今天的晨会上，您可是提了的。你可真是狗鼻子啊！啊？那个杨主任，到底哪种药最适合农村病人，最后能被纳入医保？杨主任，您的指导至关重要。今天这个事情只是个开头。张恩才这个病例只要成功了，就有推广的可能。典型树好了，以后的路也就铺开了。小唐啊，我给的这份大礼，你可得接得住，受得起啊！杨主任，那可就拜托你了。不过我得提醒你啊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副院长在位1天。他的意见我是不能不考虑的。今天庄树带着陆晨曦又上了手术，没有副院长的签字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又让他上手术了？这个老妇自己手术都不行了，还惦记着安插亲信。副院长手术行不行，轮不着你来说。他自己会说的。真没什么可说的。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病人，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手术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副院长，听说您马上就要退休了，这很有可能就是您职业生涯当中最后一台肺移植手术，是您的收官之作。我们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细节，因为据我们所知啊，手术当中出现了意外。当时您是怎么解决的呢？请您一定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细节好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当天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。听说美国总部已经批准了子轩的实习申请，这种机会可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能得到的呀。还行啊，没给他爹丢人。其他人就算像子轩一样优秀，也没有像您这么能干的爹。在美国上本科，顺利进入大公司实习，不是学习好就能做到的。你跟那边 HR 说清楚，如果他不符合标准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就像你们的吻合器，有半点质量问题，我们仁和胸外也绝不会用。那是，我们老板愿意花钱供子轩留学，在实习期就培养他，那是因为人才难得。杨主任愿意用我们公司的器材，而不用其他公司的产品，那也是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无可挑剔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杨主任，我们的吻合器在您的科里都用了1年了，
统计结果也出来了，确实降低了并发症，现在可以作为手术常规进货了吧？常规？你可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一个吻合器8000到1万，有的病人一下子需要2个，又不能公费，怎么可能作为常规让所有的手术患者都用呢？1、2万确实不少，可是跟命比起来，还真就不多。用了它就能不得并发症。准确的说是减少并发症。减少，那也得看跟谁做手术比。陆晨曦这2年术后并发症漏发生率是0。陆晨曦这朵奇葩，不是已经被轰到急诊去了吗？现在没有人抵制吻合器了。什么叫没有人啊？上个月副院长开会的时候还说了，临床医生要提高操作水平和诊断水平，不能离开仪器，连医生都不会做了。副院长，昨日回谎了吧？Hello， 急诊科大夫还在这儿呢。我确实该走了。开玩笑的，今天做的不错。刚才止血的时候有点慌，让你失望了。你戴着口罩，主刀大夫是看不出来的。如果你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。不用开解我了，这种情况瞒不过你的。这个手术的风险本身就很大，无论多么有经验的大夫，难免都会有情绪波动。你也有。我只是没让你看出来。回去我要好好写一个总结，有记不清或者理解不到的地方，随时骚扰你。今天下了班我也要搬过去了。有关这个手术的问题，你可以欢迎提问。这么快就破例了？那当初定这规矩干嘛？为了气我？虽然约法3章，但有关这个手术的问题，你可以随时跟我探讨。好吧，作为回报，你房间的清洁就由陈少聪负责，不能动厨房的规定也解除了。好像带你上了台手术，我就从你仇人名单里删除了。No， 还要继续考察。够坦率。谢谢夸奖。我要去急诊值夜班了，如果今天晚上不忙，就趁热打铁写总结，再来看看这个病人。做了这么长时间手术，还要值班。舒展筋骨，刚好干活。快回去搬东西吧，陈少聪在家可以帮你。你好，胸外科哪位？你好，我是急诊，有一个气胸病人需要胸外医生会诊。稍等。姐，刘大夫几点进的手术室？刚进去半小时，张大夫在产科会诊呢。值班刘大夫在手术室，张大夫在会诊。他回来了，我让他马上去急诊。再见。小陈，是什么事儿啊？急诊收了个气胸病人，找胸外会诊。那能不能让我去看看？也行，你去吧。好，那我去了。今天急诊谁值班啊？陈少聪大夫。还好不是陆晨曦。我没事，快回去吧。我要在这儿陪着你，一会儿还得交费呢。你一个人怎么行啊？陈大夫，你叫胸外会诊吗？
你来了。这个病人下午打篮球的时候觉得有点气促，平躺之后没有明显改善，我觉得可能是气胸，你给检查检查。好。这楚大夫挺用功的呀，不是他的班还在这看病历。是用功，就是没脑子。一份病历啊，能翻工好几回，净做些无用功。